看上去情绪稳定，但是他又找不到出口的人，其实他长期压抑着，他时间久了，对他不懂得自己释放的话，他就会压抑到一定程度就要爆炸，气球棒就爆炸。稳定它不代表好，也不代表它就一定是坏。男的也有更年期，我现在在等阿公什么时候更年期。坏了，关注情绪本身，不是稳定不稳定。你看不惯，你可以表达，那别人会觉得你情绪不稳定，你也可以不表达，你自己会觉得自己情绪内部不稳定。我可能是完全是内部消化的啊，自己消化，自己消化的，我不一定要跟对方找到一个，就跟你产生问题的人，对，我不一定要跟他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我是靠我自己的一套方法去解决掉。你是怎么消化然后拉出来的？我是你怎么界定冷暴力？就是3个字，没反应。说快点啊！我最近心情不好，我说懂了。你是很稳定的定期情绪不稳定，也是一种稳定吧？阿公是有脾气的，但不发，也会发，怎么发？对吧？这种什么形式？躲起来吧，那就是阿婆没见到。对啊，躲在房间里哭嘛。我在厕所哭也是哭，你知道吗？也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对吧？我认识花花20多年啊，我没有真正见过我认为的意义上的发脾气，大声的骂人啊，摔东西啊，哪怕捶自己吧。自残。他有我生气不高兴，然后他就一扭头就走了。那不是，那是躲得远点吧？害怕伤及无辜。就是我现在这个年龄段，应该是绝大部分人认为的，就是一生当中最懂事的时候。但是就在去年，我才跟一个朋友讲说，你不要让我再见到你身边的谁谁谁。我居然亲口讲了这个话，很礼貌的来跟你讲，通知你。我怎么感觉你说这话情绪特别稳定？就情绪特别稳定才能说得出来的，对吧？特别理性。对呀，就是啊。对啊，一般不会。就如果我不想见这个人，我会找一个借口不去。对啊。我是觉得你可能理解错了情绪稳定。我觉得有可能。我觉得情绪稳定就是你可能觉得脾气不好就是情绪不稳定，其实完全两件事，这两个是分开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跟我聊天聊到他的老板。他有2任老板，他说了其中1任老板，我听完就觉得哇，这真的是就是各种的暴脾气，肯定是这个是绝对是已经是极品了。然后他说这个我还能忍受。我说极品中的极品。对啊，我说那第2个老板就是他说他再前一个老板，他说才叫夸张。我想哇，这还有比前一个老板就比这个还要夸张的。我就很想听听是怎么样。他说这个人情绪极其不稳定。我说前面你那个还叫情绪稳定啊？那这个叫怎么样？他说，你不知道什么叫情绪不稳定啊？他说他可以好的时候超好，他可以为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发飙，而且发很大的飙，就是他的情绪来回切换很夸张，而且你永远不知道他哪个点今天又要发脾气了，他两面性很夸张的那种。他说这个老板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他说后一个老板虽然脾气很不好，但是他说我还知道怎么相处，就躲得远远点。这人脾气差，但是他情绪至少是稳定的，他一直是暴脾气，就是稳定，对吧？这是一个说法。对，他说那个很恐怖啊，他说那个是你永远不知道他前一刻还笑面盈盈的，下一秒不知道什么事突然给你。他说每天像定时炸弹一样，就我都不知道哪一刻他要爆发了。好像情绪稳定要这么解读。现在很多女性就是用情绪稳定来宽比我自己的伴侣或者男女之间吧都有。另外一半就是另外一半择偶标准就是情绪稳定。我刚刚向给我一个很好的提示，情绪稳定真的就是一种稳定而已，它不是说脾气特别好，或者不好。其实你有没有看很多案件杀妻的？或者最后出杀人的，做很多。有些不是看上去是孝子，结果把他妈给杀了。对，你去看他的周围的人的评价，都说他很 nice，他很稳定，不发脾气。所以是不一定说情绪稳定就是一个好事儿。其实我是觉得应该是出在是表面的情绪。我觉得出在什么问题上，就是他这个人找不到出口。如果一个情绪稳定但是整天发脾气的人，他其实有出口出。
他不停的就把这个气杀了，他就激不出稳定的什么，输出，对，稳定的输出。把那个气杀掉了，然后他没有一个东西积聚在内心里，一下子爆发，他爆发不出来嘛。但是像那种所谓的看上去情绪稳定，但是他又找不到出口的人，其实他长期压抑着，他时间久了，对他不懂得自己释放的话，他就会压抑到一定程度，就像爆炸气球，棒就爆掉。对，你看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会混淆这种概念，就觉得不出声好好先生或者好好太太，然后他就叫做情绪稳定。我们有小时候老说一句话嘛，就是老实人就才是那梗逼起，就是脾气老实人梗，对，上海叫梗逼起的。福州人有一句话，越老实的越梗。对，有时候发起脾气来很夸张的。对，福州叫一个稻草人都会爆，就是那时候有时候脾气，因为你别看稻草人都没有，就到那个点的时候，稻草人都会爆。福州话有这么一句话，知道吗？所以我在理解，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喜欢用这4个字，但其实不能滥用。我觉得滥用很可怕，因为本身情绪稳定不代表什么。稳定它不代表好，也不代表它就一定是坏。其实不代表什么，不代表什么东西。我觉得情绪稳定不是褒义词。对，对，我是觉得情绪稳定这2个关键是在情绪。你如果抛开情绪本身来讲稳定，这个没有意义。为什么？这个情绪，有的人有情绪了，好，为了稳定，我把情绪一直压着。你看我们最近看的那个电视剧，对老婆是百依百顺，从来他其实心里有气，不反抗，他心里有气。结果到最后让他颜面尽失的时候，就老婆可以欺负到他这个程度的时候，他仍然保持不反抗，但是他去自杀。出口还是对象自己啊。其实你不管稳定或不稳定的人，他都有一个引爆点。对。其实最关键，我说你要关注情绪本身，不是稳定不稳定。给你一个画面，就是一个老头，跟老太太在走路，在过马路。然后呢，马路你知道国内的马路都是很拥挤的，你要赶快过去，不然车就过来了。然后那个老头呢，背着手就自顾自的就走了。那个老太太呢，腿脚还不便，就一瘸一瘸的后面就跟着老头，老头连扶他一把、拉他一把的意思都没有。那老太太在后面一直追。那你看，他们过去了以后也没有吵架，也没什么，老太太就一辈子也习惯了老头对待她这样的态度。这老太太是不是稳定？你可以说她情绪很稳定啊。还有一个画面，有一个女的上楼梯。拎了大包小包，一包米一包，她老公拎了一个小小的包在前面走，她老婆在后面，人家笑嘻嘻的，有说有笑，2个人就上去了。你怎么看？你看这个，它也是一种稳定啊。如果以很多人的标准，他是该发脾气的。一种是我们不了解的，他有内情，就比如说，她老公可能身患绝症，可能身体有病，本来就拿不动。是吧？那另外一种，这老公就是很坏，他确实就是我们想的那种根本不顾老婆死活的。是。那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去鼓励这个老婆？她其实本该反抗的，这个到底是好是坏，你说不清楚的。对。这只能说你给我们这2个画面，这只能给你一种表面的，从你这角度去看的一个认知。对呀。但这个事情内部，夫妻俩之间，对，身体状况。相互关系，这是你不了解的东西。没错，是的。那你可能它里面已经存在一种自然的一种和谐的东西，但是你的眼睛是看不到的。是的，说不定上楼之前，老公已经给老婆打了1000块钱红包。所以有的东西你永远不是，你比如你在饭店看到一个怀孕的女的，对吧，在那边坐在那边，然后一个男的。吃个鸡翅膀，然后吃完把骨头扔给那女的，然后又吃个鸡膀，那你是不是觉得哎呦真虐待那个？结果没想到那女的就要吃鸡骨，对，我就喜欢吃鸡骨，我就叫她把鸡肉都剔掉，然后把骨头给我，那个你永远不知道。鸡脆骨。不是我，所以我是说，
这种东西你不好判断它什么叫情绪稳定。就比如说你说，哎，你们俩都不吵架，我讲是情绪稳定。对，这个就是比如说刚刚看到那几个画面的人，我发现看这几个画面，就是看这些画面的观众们，情绪变得不稳定。对呀、不稳定就是我们是看这个画面的吃瓜的人情绪没稳定。其实人家很稳定，是的，对吧？他们有他们的平衡的方法。对呀、那他自然有他平衡，而且你不要让他醒过来啊。哎呦，又来了，这个是今天可以说的话吗？最残酷的一件事情，就是本来人家在井底下生活的很好的状态，你忽然给他搭个梯子，让他扒着井沿往上看了一眼，他从此一生就毁掉了。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其实我蛮想讲这个井的故事的哈。如果我们的观众里面有很多人喜欢想要听井的故事的话，只要给我们留言，我们可以单独搞一集讲那口井的故事。我这个东西太深了，因为这个很容易。我告诉你，阿公啊，这个井不提还好，一提啊，就有很多人要扒上去看一眼。对呀、这就出事儿了，你知道吧？这就人就是这么好奇嘛，说好奇害死猫。是，害死了一堆青蛙。你没注意到，我很少跟你讲说阿公情绪很稳定，我不鼓励他，因为尤其是讲体面的人，讲面子的人，读书人嘛，他会觉得哦，你看他被你那个了。对，不算 PUA 了，就是算就是有点像，有点被物化了，我或者是我突然懂阿婆说的。我懂，我突然领悟到这件事情就我是不能希望讲的，对我是希望还是我前面讲的，我关注情绪的本身，不是稳定不稳定。我们家老公啊，可会做人了，对我可好了，对呀每一次节日啊、纪念日对呀都没有错过，仪式感非常强，马上这个就整个就标签标签啊已经牌子弄好了挂好了，反过来。我们家那个恶婆娘啊，哎呦，天天虐待我啊，那你就等着，你少跪一天搓衣板都不可能了。我借今天这个话题，我从来没有问过你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周围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其实绝大部分人在心理上都多多少少是有点病态的，有问题的，至少说。你指的是什么？我们自己不自知的那些病，就像我肚子疼，感冒、发烧，这是表象的病。但是有很多人就是他心理上的一些疾病，可能快病了，也有可能已经病入膏肓了，对吧？可能快到临界点，但我们不认为，绝大部分人不认为心理上的问题也是一种亚健康的一种表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心理健康非常重要。你有经验的，你知道了，就是你对吧？然后，对，有不知道我们说什么的，可以去看我们头2集。又搞商业宣传，对不对？为什么花花讲这个，我们大家都觉得很认同？对，我们中间只有他吃过这方面的药。很多的人不认为心理上的问题是一个问题，可能我们不完全不至于到有病那个部分啊，就是我们也有亚健康。那有一些人天生性格，他就会释放掉。叽叽喳喳，到处逢人就说啊，逢人就埋怨啊，那个怨妇啊，见谁就要怼啊，你反而是把你心里面很多的垃圾啊给别人，不管道不道德这件事情，这个真是个别。对，就是你舒服了，对，他对自己的那个健康起到那把别人健康也不好。刚才阿伯说是你舒服了。然后那你就想，我们可能从自己本身，对吧？自己的家庭你控制不住的，甚至是还有控制不住就别人扔过来的垃圾，你都吸收了一些不好的，像我们吸收不好的空气，喝了不干净的水，那我们怎么样去排解掉？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怎么样，是需要重视起来，或者是找到那个适合你的那个出口。我特别讨厌我的一个亲戚，就不讲谁啊，谁？我告诉你，我从小特别讨厌他，甚至就比如说家里别的亲戚八卦到他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忏悔一脚，屁股踢一脚，哎，可高兴了，就那种。好，但是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里面
我梦见我拿了一根我外婆晾衣服的竹竿，在梦里面追打她，追打屁股后面抽啊，哎呀，那个当我把这个梦做完之后，我心里面第一很高兴，很舒畅。第二，我发现我每次再见到他的时候，我好像对他表现好点了，就是觉得没有像之前那么讨厌他。因为我教训过你了，在我梦里。那我后来就几年之后，我自己反思那个梦，我那个梦记忆犹新。我用了这个方式去释怀了我的一个心结吧，算是。我放开了。但这种方式不是我本能的嘛？它是一种我没有在潜意识里面，突然之间我的身体给我找了一个出口，搞到药了。我的身体自动配了一个药，自动配了一个药，我发现还蛮有效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们可能都能够自己想办法，主动的去寻找一个出口。是你这个方法好像我之前一个不是这个，是我一个朋友啊。他也是跟你这个方法差不多，就有一天，我不是故意要做这个梦的。有一天就是说，突然看他特别高兴，我说你今天什么事这么开心？他说你知道吧，我昨天晚上梦见我把我老板扇了好几个耳光。哇！我说那是够爽的。今天上班动力很足，心情特别好的。所以鲁迅先生那个阿 Q 胜利法是有用的，精神胜利法嘛。他其实在这些是自己的精神自我建设。我们不是去关注我怎么稳定，怎么让人家看起来我稳定。这个很其实真正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就你自己的情绪怎么去解决，自己要找到一个出口。其实有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你比如说哈，我有的时候会，我的一个方法叫什么？不是精神胜利法，我是找到这种圣人的方法。就怎么讲哈？我以前好像有跟你们聊过。就比如说我对有一些事情会看不惯。我在这方面为什么我会看不惯他？那肯定是在这方面我的道德感更强。我自己的道德感觉这个 level 更高一点，我才会看不上你。是吧？我才会觉得你看跟这种人，你看。但是呢，这个方法怎么解决哈？我后来。这些年好用，就是一个方法。当你意识到你的道德比别人要高一等的时候，你会想，其实还有人比你高。这个事情就当时有一个不知道是谁给我讲过这个小狗，单单是小狗这个事情，就是说，你看我们每个人对待小狗的态度不好，不一样。那你看我自认为我对小狗的态度特别好，我已经觉得在这方面我做的特别好。那可能我会在这会觉得别人，你看你们对小狗都不好，对吧？但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打开了我这个想法，就是有一个老太太，我不知道谁跟我讲的，就是她专门收养这个，就是有病的狗，就是临终的狗，都把她家里有10几只，她专门来照顾它们。你看，那我们做得到吗？那如果在这个角度上，那他是不是也有理由来指责我？对，他就有更高的一个点，他更高点，那他可以认为我们这些人都是人渣。对吧？他也可以这么认为。那我站在这个点上，我从此不埋怨一个跟我不一样的人，就是这个。单单对狗的这方面，比如说你扩大，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你觉得你道德感很高，但是其实还有人比你更高，那你是不是能接受别人对你指指点点？你看不惯，你可以表达，那别人会觉得你情绪不稳定。你也可以不表达。你自己会觉得自己情绪内部不稳定，对，情绪不稳定，自己心里可乱了。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个，就是如果你为了别人觉得你是稳定的，但是你自己其实内心不稳定，压抑着，那没有好处，一定会找一个方式去。就说就算你没有爆发，但是对你身体其实不好。这又是变得更深的话题了呀，真的呀，更严重啊。对，其实是对你这个是更严重的。对，我们说所有的就是说从生命的角度来说。他就是说，他能够长寿，他能够身体好，他其实心理的角度占了很大一个比重。对，因为你的心情好，你会分泌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对你身体真的是好的。而且你散发出来的那种所有的气场啊，跟影响周围的人啊，都是善意，都是好。对，然后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影响嘛，等于你在互动嘛，然后周边的人其实受到的，等于就像阿公说的，向内求和向外求。2个其实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因为都很好，
然后我正在追求中。对，我觉得我们都是在那个修炼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就不要让自己情绪积累，尤其在夫妻关系中吵。我说我要跟阿公共勉，因为他不一样的在哪里哈？不一定夫妻关系啊，好的为出发点的关系。你看哈，比如说事情发生了，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就是一旦事情发生，我立刻脑袋想我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我的第一个反应。那如果对方是一个，他本身在感受这个问题，他只是感受这个问题，他没有解决的意识。你看，他会沉浸在这个问题里面，他很痛苦，很生气。那前提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个问题。是问题啊，比如说冲突来了，如果你第一个时间想的，这个事情来了，好，我解决这个问题，我是抱着这个方法去接下去的讨论，那你给出的都是很多很多的，就不是去激怒对方了，那如果对方是一个，他是在感受问题，就这个问题，哎呀，你看，我一直在沉浸在这个问题里面，他没有任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那这个事情就会很难办，进展不了，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那好，如果我遇到这问题回来，哎呀，这个乱七八糟，那我们就坐下来要谈的话，那你看我们怎么样能解决未来能够改善这个情况？我们本身是奔着这个去的，那你的问题就是一步一步，你是有建设性的，是的，它不是为了吵架。那如果你是一种在沉浸在问题里面感受这个问题，你看今天我没做好被说了，那你不也经常没搞清楚吗？那为什么你今天要说我？他一直沉浸在这个问题里面，他没法进出来，那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大，这个问题就变吵架了，浑浊。所以你说，其实我都不关心情绪它稳定不稳定。你哪怕在这个时候你吼一声，这个那怎么办？那你对，就是那怎么办？所有一切停下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对，那咱们俩总要讲一个这个吧，都好方案吧。有一天无法再聊下去了，对，以任何方式都没有办法再沟通的。你知道有什么不同？沉浸在问题里面的人，他是这么说的。你凭什么说我？你就做得很好啊！我做什么你都不满意啊！反正我做什么你都要批评我，哎，你反正好耳熟啊这句话。哎，对，他不是去解决这问题。那我做什么你都不满意。哎，对，你看他这个就是享受这个问题，在沉浸在这个问题里面，他不往出走。对。所以你看情绪能稳，那继续的就是很不开心的事情嘛，对吧？如果你想真正要解决，你首先要提出来，那怎么办？那今天这个人，那未来我们遇到这个怎么办？我们今天的问题在哪里？是吧？这个就是两种不同。这种讨论只能在出形成问题的时候，就要用这个方式就进去了。但是两个人在这种冲突的时候，积了很久，反正我做什么你都觉得我做不好，你就是看不起我，你就是你怎么一讲？好，没办法情绪就来了，没办法，情绪就来，他没法就事论事，他沉浸在这个问题里面，你说是不是？然后就互相指着对方鼻子说你情绪不稳定，对，所以我跟你无法沟通，哎，对，而且我还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的有些过分稳定不一定是好事，有时候对对方是个伤害。首先有一点我很同意，就是说我的出口也是不要拖，就把它解决掉。但是我和阿婆的区别是，我可能是完全是内部消化掉了。自己消化。自己消化掉，我不一定要跟对方找到一个。就跟你产生问题的人。对，我不一定要跟他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我是靠我自己的一套方法去解决掉的。你是怎么消化然后拉出来的？我实际上是属于一个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我自创的一个就是平衡观点、平衡论。以前就跟你聊过，我从来不会去赌钱或者买彩票，凡是跟偏财有关的，我当时你记得我跟你聊过这个东西吗？对就我完全没兴趣，因为对我来说，就算我今天中了彩票了，我也觉得我这一生把运气用光了，就在这上，我可能后面好多事情就开始不顺了，我不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好事，
就反而是不顺利，你会觉得是一种常态。我是总觉得我如果一直都很顺，我觉得我可能到某个点，可能就会要有点起伏了。所以我觉得那个起伏是在我的正常范畴内的，我能接受这件事。如果它是一直在往上走，从来不往下，我反而会担心。这是我很奇妙的一个感受。他有一个居安思危的那种思维，遇到好的，哎，就要注意。对，我有这个一个。我对他啊，我只是说对他啊，我有另外一个概念。我觉得你未来可以作为你未来的某一项的需要修炼的内容。他有非常强的不配得感。好像有。他不管怎么样嘛，他至少就是说能够让情绪真正的稳定，就因为他自己释怀了嘛，自己解决了。就关键是他自己释怀面对自己嘛，就是自己很清楚的面对这个问题。对，我就会把它释怀。就举个例子，我今天遇到一件不顺的事情，我的理解是，可能今天就这么一件不顺的事了，挺好，没有再有不顺的事了，我觉得挺好。如果我一星期我全都是顺的，我反而会担心会不会接下来有件什么大的事很不顺。到你走大运了，这个是。我是倒过来，所以我对待一些我认为一些我能在我接受范围内的不顺的事，我都会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情绪或者可能会爆发的情绪，我感觉我可能涵养没有好到还能继续压抑下去的时候，我还能够保持理智的时候，我跟我身边的人先打招呼。教出去过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我自己一直都在用，我每个月都在用。就是当我觉得我的情绪开始可能会变得不好，我跟我身边的人先打招呼。先征得身边最亲密的人的理解，就比如说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哈，然后这个情绪就来了。没有说用啥。我蛮熟悉这个的，蛮熟悉这个的。对，就每个月总有快来了哈，然后就开始跟身边的人做广告了，是你们小心点哈，我可能很快啊，这个日子就到了。我如果接下来情绪上有任何的大波动的话，请大家见谅一下啊，包容一下。我先讲，你真正会在乎你的情绪所影响到的人，不就是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吗？对不对？那我就先跟我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打一个招呼，我可能就这2天了啊，就这2天了。该乖的乖，该别出声的别出声，绑架了，该包容的包容，就是我发现蛮好用的。求包容。就比如说我今天真的在公司受气了，我就没找到出口。我找了一路了，下班路上回来一路我没找到，然后我也想办法自我消化的，没消化了，到家门口还没消化了，然后呢进了门就想找不痛快。桌上收了呗，发现收了。冰箱整理好了吗？发现整理。碗洗了，也洗了。那该骂谁好呢？这个时候。我觉得他用我那个方法会越来越弄越轻。本来还能压着，然后想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凭什么呀？自己还剩下一丝理智的时候，赶快，同志们。我受委屈了。我今天在公司不太愉快，我可能接下来情绪会很不稳定，跟你们打个招呼啊。如果我今天对谁发脾气了，你们一定要包容一下啊。再加上过2天大姨妈就快来了，你不能借机发挥。他是不是，我是说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他是这样的，就是从我这边的状况，他不会特地打个电话没事跟我说，我最近心情不好啊，你要记着啊，什么什么，不会跟我警告这事。但是我跟他打电话呢，我通常说话节奏比较慢，我能感受到，知道吧？当他开始不耐烦我说话的节奏的时候，说快点啊！我最近心情不好，我说懂了。你身边你最爱的人、最亲近的人，他也会觉得说你把他当自己人看。对啊。他虽然可能心里有点不爽，这个又来，又不爽了，但是他会觉得说，你至少说你表现出来，让我就最亲近的人知道说我真的。需要自我保护一下，有预警嘛？对，我觉得实在扛不住的话，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做法。甚至就是说，你看，有时候我们经常会在网上看到那些所谓的家庭矛盾的、情绪不稳定的，都是更年期妇女嘛，对不对？那可以事先就比如说爸爸或者家里面
别的人家人一起宣布一下啊，现在比如说我们家的妈妈进入到了一个特别的生理的一个阶段，然后她可能会比平时更容易生气，好，更容易看细节，抓细节。那家里得有一个主持人。我觉得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一集放出去，不就是提醒那一些神经比较粗的家人们，就说可能你遇到的那一个情绪不稳，你心目当中那个情绪特别不稳定的那个人，他可能身体上正在出现一些状况。我倒反而觉得你这个就是从另外一种程度上的就是情绪稳定呀，你是很稳定的定期情绪不稳定，也是一种稳定。男的也有更年期啊，我现在在等阿公什么时候更年期。快了，说来就来。哎，他们说男的也有更年期，哎，男的很可怜，你知道吧？他就没有理由说他是更年期，不能哎呀我更年期。因为大家都会不理解，因为女的更年期的话就会有就生理上的表现，这个很明显，就很明显的生理上，但是男的没有明显的生理上的表现的时候，大家就抱以不理解，大郎该吃药了，直接就推向另外一个极端了，直接解决掉哦，弄掉他。我们刚刚都讲，就是我们对于情绪的出口嘛，对不对？然后阿公啦，就是你怎么排解？哎，你用什么方法来让自己？你要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会想，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会想要怎么样使自己更强大。但是到我现在这个年龄，我是转变了。我现在是要让自己怎么样想得开，放下。叫视若长桌吗？不是他们用的同一个方法，我还真不是自己在消化。还不是视若长桌，其实我要放下这些东西不重要，不重要了，你在心里面就没有这个芥蒂。对，就是尤其是面子。不会去牵挂，我现在不会在意面子，我可以实话告诉你，我也不在乎谁说我是什么样，又怎么样，因为我自己只要认定我自己就完了，我不求别人怎么认定我。这个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能稳定啊，他要。我不是说要追求一种稳定，其实我是要让自己能够放松。追求自己的 peaceful。就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我很 peace， 是。对啊，因为不然我就要吃药，对吧？阿婆，我能够理解阿公是说什么呢？阿公那个年代哈，就而且阿公从小都是乖孩子嘛，对吧？就是也没让人头疼，也没让人伤脑筋，也没有，就很明显，他小时候不会因为就不会说。小孩子顽皮闯个祸，恶作剧。你看我们小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发泄我们的情绪，发泄我们的觉得，对吧？就用恶作剧的方式。对吧？对。当然，我父母管教很严。第一个就是在外面惹事很少。然后我们以前那个是门一关，说不让出去就不让出去，对吧？但是我做我自己的感受来说，回想我一生，我是自己拿大主意的人。当时我父母的反对的，我的班主任全部反对的，从理科转文科，我就自己吃定了这个，就是走这条路。然后早年就离开家了，就是自己都是在外面挑的，所有的大决定全部是自己去做决定。所以他其实心很定，他也没觉得。所以应该是有点不同。有不同。我们其实是。不管怎么，我们既然要找个出口，说明我们还是在乎这件事本身的。那不管这个事对你的影响有多大，你是在乎它，你才要找个出口嘛。他已经把它，基本上没有几件事是让他是可以到了他要在乎的地步。就是说，对，没有别的东西、人、事情可以撼动他的决定，而影响他的情绪。这也是一种固执。你们旁边说，我当你们是放屁，其实应该吃药也是一种固执。我明天找医生开药去。你看，我们如果当旁边的人说话是放屁的话，其实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情绪，对我们就是心理的一种保护。我倒不是说当旁边的人说话是放屁。这是一个境界啊，朋友。我主要是不会太多受他这个左右。就比如说别人在讲一个什么，他会有同理心，就会知道这是我知道你现在面临的这个困境，或者你现在讲的这些事情，他都知道。
他依然坚持他自己的那种解决方法，因为他觉得你会去急，那他可能自己觉得我不需要急，我为什么要急这个事情？我其实一直不觉得，就说这个人看过去什么都不说，好像感觉很稳定啊，也不发脾气。我没有这么会很看好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也不鼓励这样子。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不觉得过了它是一种冷暴力？就是被骂你是冷暴力我啊，因为我骂你你没反应啊，是吧？我跟你怎么界定冷暴力？你说？就是3个字没反应，稳定到没反应。我觉得应该是想掐死他。放手，药先吃2片，来上药。不能说是你骂人家给你反应，其实如果是你是骂人，是没反应才骂的。你刚才说的话，你骂他没反应的话，这种是不对的。因为你如果是骂的情况下，他如果是反应，我倒觉得是反对他这种做法，因为你骂他，他回过来再骂给你，2个人互相对骂，其实谁也没比谁高。为什么要骂过来？对骂就没事儿了。我就问为什么要骂过来？他就情绪来了嘛，他要宣泄情绪嘛。他骂你，他骂你，你还有一个办法，你为什么不壁咚他？我觉得首先你不能说你人跟人之间沟通不能说以骂为前提的为主。骂只是一种形容词。这虽然是一种形容词，但是表明了你的态度在那边。那沟通的氛围，首先你已经破坏掉了。你说叫他正常怎么跟你回应？其实你应该说是你跟他沟通，他没有反应，这种是一种冷暴力。是一种。如果你说就骂过去，我根本就不理你。用词不当。当你想跟另外一个人沟通的时候，他没有让你感觉他没有意愿要跟你沟通。我们这样子形容 OK 对，不要讲骂，对吧？骂只是我们作为女人单方面的一种形容这情绪化的表现，形容词而已，好不好？但是就比如说，那你可能会被另外一半误解为你想跟他骂，但是其实你想好好说话吧，对吧？然后他说你想骂我，心里这么想。不理你，我不理你，我不跟你对骂，你不就骂不起来了吗？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就不是就没有那个拍巴掌的过程了吗？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啊，你第一个要跟他干仗，他看出这个苗头啊，他避免跟你擦枪走火，你知道吧？其实不是，其实很多人他会觉得就是我这种方式，你看我避开你锋芒，我不跟你说，我稳定。OK， 他觉得他自己在表现情绪稳定的那一面，其实真的不知不觉走进冷暴力，因为其实冷暴力比这种这个爆发更讨厌。但是如果你不管是出硬拳也好，重拳也好，不出拳也好，棉花拳也好，任何拳法吧，那还是拳，韩蓝拳，左勾右勾，左勾。再加脑沟，揪耳朵都没有用，对方一点回应都不给你的情况下，对方觉得说我正在表现出高尚的情绪稳定的那一面，因为他受一种毒嘛，他就说好男不跟女斗嘛，往往是这样一般是这样。前提对方抗击打能力要比较强。我们发泄情绪怎么样？不就是希望看到的人？有人自己一个人在家没事发泄情绪吗？对吧？在躺地上，你像小狗，它发出这种不高兴的声音，它也是因为主人在。它是开心。好。现在就是他刚刚不是骂人之类的，你没人可骂的情况下，你骂谁？你不会一个人在房间里面自己一个人，那就真的要吃药啊。那就一定是有表现对象的前提下，你才会去表现，对不对？那不管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但是其实寻求的就是对方的理解、包容。你哪怕就一个表情的包容，一个动作的包容，不用说话，然后对方的情绪一下子就压下来之后，你哪怕就是像阿婆说的壁咚，
或者壁咚太极端了，朋友还得有堵墙，对不对？你哪怕就是一个拥抱，一个电线杆也可以。假设你没有电线杆，你就是一把它，你无论是就是说老公也好，老婆也好，哪怕家里的小朋友也好，对吧？小孩也好，当他情绪不稳定，跳脚在那边，你就把他拉过来抱在怀里面，抱个我觉得几秒钟就够了。就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一期讲，你说夫妻其实两个吵吵闹闹这个真倒没什么事儿，他情绪就一直在发泄嘛，一直在沟通，而且彼此试探都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我的底线在哪里，就是这么来的。有的话我讲他会生气，然后我不敢讲。但其实最可怕的就是你看似和和气气的，就是好像非常大家，因为其实这种稳定是为了一种面子吧，大家看起来，我不能吵架，我有失这只是第一阶段。对呀。后面的稳定就已经是到了，就没有任何理由让你再说什么的程度。对呀。那就真稳定了，很稳定。你哪怕有情绪，都不会对着这个人。哎，你看啊，只有你在乎对方，你才会在这个人面前去发现你的情绪。这个其实呢，已经不是稳定还是不稳定的问题，这是已经到了。比如说双方之间的关系想怎样？是不是还能够存续，还有信任感，还有能够可沟通的这种基础的前提的这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啊，你那个后面你稳定跟见到街上走过去跟一个迎面走来的陌生人一样的，大家都很稳定，是不是？过来。这个其实是在于，如果是说亲近的人有没有还有感情交流的基础，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作比如作也是情绪不稳定的一种嘛，就所谓的很多人认为的情绪不稳定，就是你会对着全世界所有马路上你遇到的人去作吗？不会的，你只会对着定向的某一些人去作，去发现你的那个情绪，用作的那个表现方式。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想说，跟你很亲近的那个人，他还愿意对你发脾气，愿意对着你做撒娇、不讲理也好。这反而是一种很好的表现，这个真的中你说这个我也真的很认同，但是你这忽略了一个，因为你这是一种单向的思维，就是从你这个角度去看对方然后呢，乔爷？因为问题是说你这个没错，你说的是没错，但前提是说他也能够认定这一点的情况下，你这样做是有意义的吗？如果是双方已经产生了隔离，不接受这样一个基础，你这样子做如果双方产生隔离，不接受这样的状况的话，你还做得起来吗？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做不起来的了。但是你这个也不是说你可能做不起来，但是你会去做，你会去试图，已经打腻了。这个坨棉花你已经打的都不想打了。不想打了，那就没得打。没错。那就没得打。就没了。大家都变得情绪非常非常的稳定了，你知道吗？又进入一种另外一个阶段，哇，那个境界可高了。形同陌路。Yes。同床异梦。我梦里面会打吗？同床已经梦里面会打吗？肯定会。揍一顿。第二天发现对方脾气都变好了，前一天晚上做梦都是把对方胖揍一顿。回头呢，大家去医院验伤，啥伤都没有。互相嘛，骗子。你看，就是然后这种情绪还没有办法发泄，那最后就大家再去医院一起配药呗，是吧？所以这也是你前面也提到一个，其实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有可能是不是我不自知，可能确实我需要配药，我也不得而知。你还所有人都不太容易跟身边的人相处，另外一个个体的人相处本身就是个很难的事情。你别说是这样，自己跟自己都很难很好的相处。像阿婆说的，我就很赞同的，就是我们遇到事情就应该把它掰开揉碎，马上解决，而不要让它变成一个没有办法解开的心结的时候。它其实是越积越多嘛。没错。这样，然后就下一个再来。不愿意再跟我特别亲近的人去沟通，你别说是伴侣之间，你哪怕跟自己的下一代、跟自己的上一代，都会有你不想再跟他 argue，
你也不想让他在认真看清楚、读懂你的情绪，你不想让他读懂。两个人站在一块，其实另外一个人都无法完全读懂另外一个人。这当然了，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的。在公司我就受气了，我觉得，这个好配合。怎么了？他只是告诉你他已经到了情绪爆发边缘，先警告你。就已经跟我们打招呼，你快扛不住了是吧？啊，好，对，我再忍一忍，我们很快录完了啊，再忍一忍。